大家中午好，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这一节我们继续回到技术分析实战应用系列，从零开始。那我们这期讲菜金资金流量，简称 CMF。这个指标呢是通过这个现金流的进出、进入、进出来预判主力庄家是在扫货还是在出货这么一个指标啊，是叫一个叫蔡金的人做出来的技术指标啊。那好，我们回到 K 线，在指标输入 CMF， 然后把它添加进来啊，然后就会出现这么样一个指标，跟 RSI 长得差不多啊，但它是有区别的。那我们其他的设定呢就不用动，就初始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以现在的比特币4小时盘面为例，我们会发现什么呢？比如说这儿比特币价格回调，然后继续回调，但是资金量是怎么样了？资金量是一直在往上冲啊，然后最后它虽然掉下来了，但是也一样没能超过这个部分下降的地方，也是一种背离关系。然后它价格就怎么样了？一直向上，然后这边现金流也是进入，后边也是一样的啊。它现金流流出，但是价格继续向上，现金流流出，盘整过后继续向上。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跟成交量一起看，现金流流出，但是成交量没有多大，说明什么？这个现金流流出可能不是真正的流出。还有一个我以前经常讲的成交量缩量上涨，也就是说不需要太多的钱，它就能把价格推上来。反过来一样，它的现金流真正抛盘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呀？就是 ETF 的上线，然后 GBTC 换手换到其他 ETF 的过程当中，它肯定是有很多现金流是流出的啊，抛盘，然后抛到一定程度换仓，慢慢的换，现金流是可以看出来的啊。然后价格再跌，因为这个位置是关键支撑位，这个位置跌破，很有可能向下冲下来啊。但是市场往往就是这样，大部分人那个时候我记得，包括我好多朋友，大 V 主流媒体都是在这个防范什么？如果他要下挫，我们要做好防守。然后实际上比特币就是一路向上。那现在这个位置也一样，它每次上来它都有放量，再加上现金流的流出状态，所以这个位置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大胆的预判，不能盲目追高，要做防守。所以 CMF 蔡金资金流这个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指标啊。除了 RSI 还有泡菜指数，还有一个 CMF 也是非常在实战交易过程当中经常可以看的指标，左右你开仓、平仓，还有这个现货的仓位管理
都会起到非常好的决定性作用啊。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个辅助指标。当然还是那句话，所有的辅助指标包括 K 线技术分析，它都有一个滞后性跟预判可能性而已，它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，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辩证的用好。那好，这一节就讲到这儿，祝大家交易顺利，我们晚上再见。